好家伙，天大的好事儿！儿子，你竟然是靖安伯府苏家流落在外的亲千金。等你进了伯府，咱家可算要翻身了。哎，我是靖安伯府的真千金？你先别搬了，听我给你捋明白。爹，你这一大在说什么梦话？朝生，我真不是瞎编。伯府当年离的那个亲闺女正好18岁，生辰也在5月，这不跟你全对上了吗？爹，岁数对上能说明啥？真千金再怎么说也得先是个姑娘吧？那又怎么样？你就不能当姑娘使一回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想让我男扮女装去顶替那位苏小姐吧？爹，你这是疯透了吧？你非去不可！曹参，咱们祠堂村这一回就指着你了。陈伯，怎么连你也陪着他们一起发癫啊？我不是发癫，曹参，这几年村里过的是什么苦日子，你比谁都清楚吧？大家是真的快熬不住了，老汉身上挂破网，家家穷得叮当响，10户里9户米缸见底，你说他爷都快饿断肠了嘛？爷爷呀，我活着也没啥盼头了，不如这就跟你一道走啊！老生哎，你还在月子里就没了亲娘，这村里哪个婆娘没给你喂过奶嘛？谁能想到奶出个白眼狼啊？还不如我们一起死个干净白眼狼喽！没良心啊！先等会儿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嚎了，我去还不成吗？都还愣着做什么？靖安伯府的马车转眼就到村口了，赶紧把曹参给我拾掇好。这破渔村穷的都冒酸气了，一个个穿的跟逃荒似的，瞅着就脏。谁能想到咱们伯府的大小姐竟会落到这种鬼地方来？她也配叫大小姐？不过就是个海边捕鱼的，府里那位才是咱们正式井该伺候的主子。彩荷，这点门道你总不至于还看不明白吧？嬷嬷，我心里有数，姑娘和裴家早就定了亲，裴青州认哪个才算真正的伯府大小姐？正是这个理，裴家做海商起家的，门第比咱们伯府还高出一等。裴青州那样眼高于顶的人，怎么可能肯娶这么个村姑做正头娘子？除非什么？除非这位真千金生的是个能把人魂都勾走的绝色美人儿。也是，天下男人都一个样，见了美色就走不动路。要是这位小姐当真美得惊人，那嬷嬷，咱们是不是得换个章程，对她殷勤点，别再故意为难她了？怎么连袖子都给我省没了？姑娘家平时这么穿，不嫌露得慌吗？朝生，你先将就着吧。为了给你弄这身形象，我都快把全村的铜板搜空了。那还不是怪你长得太壮，这点料子根本不够你使。就是啊，朝生，要么露胳膊，要么露腿。我翻来覆去想了想，还是露胳膊更像样点。刘海嫂，你脑壳是让海风刮跑了？怎么还一口一个朝生？哎呦，瞧我这破嘴，曹妹哎，曹。二位还不过来扶你们家小姐一把？老天爷呀，那位真是咱们伯府的姑娘。这看着分明像个男人，哪有姑娘长成这样的？嬷嬷，钱嬷嬷，不对，不该是这样。伯爷这事儿可是托了水师统领去办的，那位还是贺铁一统领，怎么可能把人认错？世上哪有人人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？长相身量本来就各有各的样。行了，不用再想，这位就是府里要接的小姐。那咱们先前准备的招还往她身上使吗？我瞧她这气势，根本不像能任人摆布啊。翠萍，你说她一进门，爹娘的心会不会全偏过去？若真到那一步，我又算什么？姑娘可别先乱了分寸。一个渔村里养出来的野丫头，哪一点能越过你去？这府里从上到下认的可都是姑娘你。按原路走，少说也得1个半月。钱嬷嬷他们偏偏15日就赶回来了。她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，这么折腾一路，怕是连站都站不直了。城门快到了，再咬牙撑一会儿。姑娘，你发发慈悲慢一点吧，老奴这身骨头真经不起这么折腾了。嬷嬷，坏了，周老栓人没了。嬷嬷，坏了，周老栓人没了。我在车顶上，快救我一下，我快撑不住了。行，正好到门口。成何体统！一家人饿着肚子等他进门，他倒好，
转头说不回府用饭。姑娘家赶了一路，才到京城就往酒楼里钻，这要传到外头，旁人得怎么议论咱们苏家？娘，您别为这个气坏了身子。姐姐自小在渔村长大，从没见过京中繁华，眼下看什么都新鲜，一时忘了规矩，也算情有可原。钱嬷嬷昨日来信还说，他们刚赶到云州，照这个速度，今日能进府也该是子时前后。我特地让全家空着肚子等你，就是要你一回来先惹众怒。他去了哪间酒楼，立刻差人过去，把他带回府里来。太好了，待会儿只要我说他执意不肯回家，那娘这口气只会更堵。朝成姑娘已经进府了。不可能吧？他们这是飞回来的，哪有这么赶路的？能在这个时辰入府，倒还算没误事。苍天啊，这姑娘也太有劲了吧！苍天啊，这姑娘也太有劲了吧！姐姐，可把你盼回来了，家里都等着你呢。姑娘，脚下得留神些，不然真容易栽着。姐姐，你就这般容不下我吗？我明白，你怨我顶了你的身份，可这件事也不是我能做主的，只怪我，害你在渔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。我压根没碰你，方才分明是你自己脚底打扮，不能硬把这事安到我身上吧？那就当是我自个儿没天大文好了。姐姐若还不解气，要打要骂，我都受着。大胆！当年抱错孩子是我们大人的过失，云锦何曾欠过你什么？我真没伸手推他，除了你，还能有谁动他？我要真使了力气，他就不会只是方才那样了。云锦啊！朝生啊，乡亲们这些年帮衬咱们不少，如今也该咱们替大家出把力了。你去了京城，可不能忘了根，能多拿些银钱回村里，就多拿些回去。爹，我真不中用，才刚进府就把这一屋子人全得罪了，眼下别说开口要钱，连顿热饭都没着落。唉，我接下来到底该咋办？咦，这是要落雷了！姑娘，奴婢名叫彩荷，她是翠萍，今后就由奴婢二人贴身照料姑娘。荷包里是姑娘这个月的月银，每月4两。旁边这些首饰头面是夫人特意赏下来的。光1个月就给4两银子，我在海边天不亮就忙到天黑，一整年也才攒个4、5两。我在海边天不亮就忙到天黑，一整年也才攒个4、5两。伯府出手也太阔绰了。他们对我已经算好了，我却一进门就把云锦姑娘伤成那样，实在不该啊。云锦妹妹现在醒过来了吗？云锦姑娘并无大碍，云锦姑娘眼下正在自己院中等着呢，说想请姑娘一块过去用饭。吃饭？苏夫人，我娘不是罚我回屋里反省吗？出了这事还愿意让我上桌？我们云锦姑娘最是心善，怎么舍得让姑娘一直饿着呢？这个贱货竟然真敢对我动手，今晚我就让她弄清楚，在这个府里谁才是那个真正被捧着的人。就算她是亲生的又如何，还不是只能吃我挑剩的东西，林朝生，你最好给我记死了，伯府里凡是上好的都先归我，至于你只配拿我不要的。姑娘，朝成姑娘已经过来了，快把姐姐请进来呀。姐姐忙活到这会儿，定然还没正经填过肚子吧？我专门把这些给你留着呢，我怕姐姐饿着，所以特意替你多省了几口。哎呀，都是我碰过的东西，姐姐不会瞧不上吧？听说你们渔村近来过得艰难，想必平日也讲究不起这些，别人吃剩的应该也不会浪费吧？村里人想吃饱都不容易，哪有饭能剩下来啊？云锦妹妹，你对我也太周到了，竟还特地给我留饭吃，这份情我一定记在心里。气死我了！他分明是在绕着弯骂我。姐姐既然半点不介意，那这一桌可就一口都别剩了。朝生姑娘，这些也请一并用完，最好连1粒米都别留下，否则岂不是白费了我们姑娘这片苦心？怪不好意思的，我是真饿过头了，这么吃确实有点吓着人。
盼了那么多年，怎么也想不到亲生女儿会是这副模样。为了把朝生接回来，我连百花宴都提前安排妥好了，帖子也送去了长公主府。到时候宾客一到，满京城怕是都要看咱们伯府的笑话。老爷，难道真不会是弄错了吗？这样的人怎么会留着咱们苏家的血？哎，这话往后不许再提。人是贺铁岩替我寻回来的，他办事谁敢说半个不字？便是里头真有什么不对，如今也只能先认下去。这叫什么道理？若他真随便带了个人塞进府，那咱们真正的女儿呢？他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吃苦受罪。夫人倒是点醒我了，等百花宴那日，咱们把户部顾大人请来，让他替咱们长长眼。顾大人审案多年，最会看人识假。我倒要看看，若真有人冒名顶替，能不能躲过他的眼睛。百花宴还有1个月就到了，那是你头一次在京城贵眷面前露面。你从小在渔村长大，世家规矩半点没沾过。若到时候闹出笑话，丢的不是你一人的颜面，是整个静安伯府的脸。嬷嬷，你来教他什么才叫大家小姐的站姿。是，正经贵女站着要清雅端方，你这样两脚分得这么开，像什么样子？还有这胳膊，赶紧给我收进去。嬷嬷，你咋突然飞出去了？你这是什么乡下坏习气？哪有小姐当着人的面刷脑袋？哪有小姐当着人的面刷脑袋？我真没想害你啊！娘，您亲眼瞧见了吧？孙嬷嬷是好心教她礼数，她倒好，竟直接把人打伤了。云阶妹妹，你真误会了，我压根儿不是故意的。孙嬷嬷都疼得爬不起来了，你还要抵赖到几时？朝生姑娘，老奴方才话说重些，也全是为了姑娘将来好。你便是心里不痛快，也不能对老奴下这般狠手啊！哎呦，我这把腰怕是要断了。果然是在渔村野惯了的东西，不知礼数也罢，竟还这般粗暴蛮横。我真没有揍他，也真不是有心的。嬷嬷，你不能这么冤我啊！我要真动手打人，绝不会只是刚才那点动静。你要干什么？离我远点儿！嬷嬷，我得让大家知道我没骗人，我就轻轻试一下，你忍一忍。娘，我今儿午后想出门一趟，成不成？你回府才几日，一身规矩还没学出个样子，倒先想着往外溜。哪家贵女像你这般闲不住？我这2日也没人来教我呀。那几位嬷嬷不都接连病下了吗？姐姐在渔村漂泊了这些年，一直没机会承欢爹娘膝下，如今好不容易回了家，理当多在爹娘身边尽尽孝心才对。怎么刚安顿下来，就又急着往外去了？你就不能多看看云锦是怎么做的？哦，那我也给娘按按肩背。别动，你就站在那儿。可我也是真心想孝敬娘啊！行了行了，下午本来也没要紧事，你想出去便出去吧。娘，您怎么真让他走了？就他那副样子，放到外头不是明摆着给伯府丢人吗？唉，我怕他一拳下来，直接给我送终。凭他那张脸和那身做派，我怎么看都不信他能是我的亲生骨肉。且先让他蹦跶几日，等百花宴一到，顾大人自会验出这村姑的真假。一个海边来的野丫头，也敢顶着伯府小姐的头衔招摇，到那时，我定要让她付出代价。掌柜，劳烦你帮我写封信寄回石塘村，再把这4两银子一道托人带过去。客官，这信里您打算写哪些话？你们仨里头有哪个会识字不？伯爷和伯夫人对我很是照应，我刚进府便给了我4两月银，我得快些琢磨个挣钱的门路，早日把这笔银子还回去。爹，你们不用为我挂心，我寄回去的钱你们先拿着用。伯府这些人倒真不像坏心肠。那咱们还要接着想法子从他们手里拿钱吗？我这心里头越想越不是滋味。都怨我，若不是我闯出这桩祸，朝生哪用得着去惹那个活阎王？顾金柏，他娘的，哪个不长眼的脏东西，敢在这儿给本少爷拉屎？公子，您别误会，这不是人弄的，这是海獭留下的。您当心些，这附近怕是有海獭活动。他娘的，你敢拿这话恶心本少爷？
你敢拿这话恶心本少爷？这坨东西是不是你干的？公子明鉴，真不是我呀！海獭屎跟人的屎一眼就能分出来。呸！你算哪根葱，也敢来教本少爷认这个？来人，把这不识抬举的贱骨头给我摁住！把本少爷鞋上的脏东西舔干净，我心情好了，兴许还能饶你一回。公子开恩，是我嘴笨，是我胡说，求您饶了我吧。一把年纪还管不住这张臭嘴，那本少爷今日就替你长长记性。你这个畜生！听人说你们村有个姑娘叫林朝生，像是伯府当年遗落在外的小姐，可有这事？像是伯府当年遗落在外的小姐，可有这事？老陈头，人要真进了伯府，那种富贵人家手指缝里漏点油水，都够你们全村过好日子了。往后发达了，可别把兄弟们忘在脑后。一定，就是怕弄差了。咱们这海边穷地方，哪像能养出金凤凰的？是真是假，先送过去认认再说。眼下还有一桩更要紧的差事，这个人你见过没有？这人惹下什么祸了？也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莽货，前日在教人教，竟敢打我们县令家的公子吴金宝，那性子你也清楚，从小就没吃过亏，如今正到处抓人，等人落到他手里，少不得要被扒掉一层皮。你们村离教人交近，也帮我们多盯着些。这人我没印象，许是旁边哪个村子的，我替二位到处打听打听。唉，这事儿偏偏赶在了刀尖上。那位吴公子平日最会仗势欺人，横行得很。若不是咱们赶紧把朝生送走，一旦真叫他抓住，我听说隔壁村的李大牛挑着担子去卖海货，硬是被吴家的马车撞飞出去。李家把3亩海田全卖了，才凑出6两碎银赔给吴金宝。你们说这还有没有天理？李大牛一条腿都撞瘸了，反倒还要赔人家的马车。原本日子还算宽裕的一户人，如今穷得连讨饭的碗都快没了。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灾星，别说让我舔几口海獭屎，就是让我硬吞2坨，我也咬牙认了。那时候我就不该……够了，事情赶到这份上，再后悔也没用。朝生那孩子脾气倔，若叫他知道真相，他定会豁出命去找吴公子算账。眼下只能拿挣钱还债这个说法，把他先留在京城。行了，信也听完了，都回去吧。上次替朝生置办行头垫出去的钱，到现在也没人还给我哟。朝生，你可千万要好好的。朝生姐姐，再过2日便是百花宴了，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，怕是要来上一大半。姐姐从前一直在渔村生活，想必没见过这种阵仗吧？心里可会发怵。云锦妹妹，我也不瞒你，我心里确实有些没底。云锦妹妹，你咋了？怎么突然这样了？奇了怪了，云锦妹妹怎么一眨眼就睡沉了？不过今日起的确实早，我也有点撑不住了。二位姑娘，望潮寺已经到了。云锦妹妹，醒醒，咱们到望潮寺了。方才发生什么了？你刚才睡过去了，我也迷糊了一会儿。没想到这望潮寺离得这般远。当然远了，这可是京城周边最偏僻、最没人来的寺庙。我费心把你带到这儿来，待会儿你便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救你。云锦妹妹，你在笑啥？怎么看得人心里发毛呢？朝生姐姐，我只是担心你到了百花宴上不自在，便先约了几个同我最要好的姐妹过来见见你。等会儿我替你们引荐，到了百花宴那日，你跟着我们便是，没人敢取笑你的。云锦妹妹，你对我真是太上心了。真叫人笑话，
我还以为云锦多会拿捏人，结果也就这点能耐。可不是嘛，连个渔村来的野丫头都压不住，还眼巴巴把咱们几个全叫过来。我早说了，他也就表面瞧着风光，真遇上事儿根本撑不起来，只敢在咱们跟前摆摆架子。妹妹被人气到头上，我这个做姐姐的。安宁，你们来的还挺早啊！你们来的还挺早啊！云锦，别乱动，千万别喊，也别往后看，慢慢往我这边挪。你们一个个的，这是咋了？云锦，你后头跟着一只熊！啥？先别说话，别把他激怒了。你一点一点往前走。早听说望潮寺偏僻，后山常有熊瞎子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早知道会这样，打死我也不来。安宁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咱们还把护卫和下人都留在前头10里亭了，哭有什么用？咱们这么多人，总能想出办法。熊，林朝生，你身后有熊。熊，林朝生，你身后有熊。你听到他们说没有？别把他惊着，快跟我一起慢慢往前走。他娘的，真是倒了血霉！咱们盯了这郡主大半年，好不容易等到他身边没人，偏又冒出一头熊瞎子。大哥，眼下咋整？怕个鸟！不就一头畜生吗？咱兄弟3个一起扑上去，还砍不死他！大哥，你瞧仔细些。放是不可能放的，那可是郡主，另外2个也都是尚书侍郎家的小姐，要是全抓到手，开口要个几万两赎簪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这种高门里的娇小姐，平日碰都碰不着，落到咱们手里，可得好好开开眼。落到咱们手里，可得好好开开眼。少在这废话，都先给我藏稳了，等外头有机会再下手。林朝生，你快点过来啊！云锦妹妹，你先寻个安全地方躲着，我来替你们挡住他。黑熊要扑过来了！你们几个究竟是什么人？现在不知道也无妨，过不了多久，咱们可就是你们的男人了。几个不入流的山贼，也敢在本郡主面前放肆！小郡主这么急着冲过来，是想往我怀里钻？是想往我怀里钻？拿开你的脏爪子！这山贼竟有这般身手！我还当安宁郡主有多厉害呢，原来就会摆几下花架子。郡主怕是被底下那群护卫哄酒了。这山贼竟有这般身，真以为自己有天大的本事，成日拿根鞭子装腔作势。你知道这东西该怎么用吗？大哥，那熊瞎子去哪儿了？方才还在外头，怎么转眼就不见了？也不知钻到哪儿去了。咦，那熊瞎子上哪儿去了？莫不是自个儿跑远了？跑了倒省事，真跟他硬碰硬，还得费一番力气。这寺里的和尚下山，还把脸挡成这样，怎么看都不对劲儿啊！云锦妹妹，你在哪儿啊？奇了怪了，人怎么全没了？这么大一座寺，连个活人声都没有。山匪，有山匪闯进来，出大事了！你把马车赶远些，先绕出京城地界，再转去大黑山。嘿嘿，大哥放100个心。论起把追兵耍得团团转，我说第2，没人敢认第1。等他们发现追错方向，再想折回来找，那就跟大海里捞针没两样。再想折回来找，那就跟大海里捞针没两样。大哥，这种活儿咱们又不是头一回干，老二出手还能出岔子啊？咱们安心等着收输银就是了。就你们这点三脚猫功夫，也配在公主府当护卫？不是属下们无能，是郡主太过厉害，
郡主骨骼清奇，分明就是百年难遇的武学天才。我们这些俗人，便是苦练20载，也赶不上郡主2个月的劲斗啊！赶不上，实在是差得太远了。全是假的，他们一直都在哄我，他们一直都在哄我，他们一直都在哄我。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？阿宁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你府里的护卫还能寻到这里吗？我看未必。这几个贼人狡猾得很，还特地派人把追兵往别处引。云锦，你府里那个渔村来的丫头呢？她不是同你一道来的吗？你说她会不会回来救人？她刚听见有熊就跑得不见影了，哪里还会掉头回来管我们？说的也是，就算她真想救，怕也没这个能耐。马车走出这么远，她只靠2条腿，怎么可能追得上？她只靠2条腿，怎么可能追得上？我平日不是挤兑他，就是故意笑话他。他若知道我落到这般地步，只怕心里正痛快。莫说救我，恐怕连报信都懒得去吧。若我名节毁在这里，今后伯府就只剩他一个正经大小姐了。大哥，饭也吃饱了，咱们是不是该进里头寻点快活了？全都给我停下！大哥，这婆娘不光块头害人，手劲儿也邪门得很。大哥，咱俩一起动手，有几分把握？37。咱俩一起动手，有几分把握？37。有3成也能搏一把。你在前头拖住他，我绕到旁边下手，干！3拳打完，咱俩就头七，干你个头！那眼下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横竖都是死，跟他拼了！好汉饶命！不，女侠饶我一条狗命啊！云锦妹妹，你们可有受伤？都怪我慢了一步，害你们吓成这样。他是谁？他就是林朝生，我们伯府那个从渔村接回来的。原来就是他啊！你到底怎么寻到这里的？其他护卫人呢？还有护卫，我一个也没瞧见啊。我先出去找那头熊，找半天没找着，再回来寺里就空了，我只好顺着山路一路追过来。你的脚都破成这样了，血流了这么多。不碍事，我跑得太急。什么时候把鞋跑丢了都没留神。你就这样光脚追了一路，山路上全是碎石啊！这算啥？我们海边长大的人，脚底板厚着呢，这点小口子不疼的。真的，云锦妹妹，你别操心我。倒是你们，有没有被他们伤着？谁稀罕你多管闲事？烦不烦啊？我的云锦，只要你能安安稳稳回来，娘这颗心才算落下。瞧瞧这腕子，都被绳子磨出伤来了。翠萍，还傻站着做什么？赶紧把最好的金疮药取来。娘，林朝生也受了伤，你有没有让人给他送些药过去？她一个渔村里养大的野丫头，哪有这么金贵？不过蹭破点皮，过2日自然就长好了。云锦，你们好端端的，怎么会跑去望潮寺那种地方？去便去了，那寺院偏成这样，身边怎么连护卫都不带？今日若不是公主府护卫及时赶到，娘怕是要被你吓出病来。不是公主府护卫救的，是林朝生救了我们。娘，若今日没有他，我们几个恐怕就……行了，我听明白了，那丫头身子结实，腿脚又利索，能及时跑下山去给公主府护卫通风报信，也算她还有几分机灵。根本不是这样，是他亲自……够了，她既然进了伯府，替你跑这一趟，有什么值得多说的？云锦，你就是太容易心软。娘早提醒过你，林朝生的身份还没彻底定下，你不必同他走得太近，记住了吗？你今日吓坏了，先歇着，别再胡思乱想。姑娘，夫人果然还是最疼你。那个粗手粗脚的野丫头哪里能和你比？夫人根本就没把她当回事。
翠萍，把剩下那瓶金疮药送去给林朝生。啊什么？让你去就快去。啊什么？让你去就快去。哼，林朝生，我可不是心软，我只是不想白白欠你一条人情。顾大人，此事还得劳您费心查验。就这么点事，也值得你专程求到我跟前？苏重海，我可以断言，这个人绝不是你亲女儿。顾大人可是已经看出哪里不对了，不愧是京中人人称道的铁面神探，果真瞒不过您。顾大人，那渔村来的究竟是什么来路？先把话说准，她根本不是什么渔村丫头。此话怎讲？那她还能是什么人？分明就是个男的。那么明显的喉结就在眼前，你们伯府一屋子人竟没一个发现。顾大人，我早让郎中看过了。郎中说，有些女子天生体格异于常人，喉结会比寻常人显，甚至还可能生虚。况且她是贺铁一替我寻回来的，贺铁一再怎么应付，也不至于随手拿个男子来糊弄我吧？贺铁英亲自带回来的人，贺铁英做事从不轻浮。既然是他经手找到的人，照理说不会闹出这种笑话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再仔细辨别一番。天哪，这位就是苏家刚认回来的真千金，瞧着也太粗笨了，简直像换了个男人进府。可别拿男人跟他比，京城那些公子哥儿也没他这般粗壮。你看他那胳膊，怕是比我头还要大一圈。站下，站下！谁许你走了？二位姑娘拦住我，是有话要说。你生的这般模样，竟还敢大大方方出来丢人现眼，可不是嘛？一个渔村里养出来的粗丫头，也敢顶着伯府千金的名头，传出去真叫人笑破肚皮。若是让旁人瞧见你，还不得以为京中贵女都是这副粗俗样子啊？这相貌身形不都是爹妈生的吗？我也没法。闭嘴！就你这副土气模样，往这儿一站，连伯府花园都被你糟蹋了，还不赶紧就碍眼些，赶紧走，别在这脏我们的眼睛。婉姐姐，安宁郡主过来了。来得正好，我可告诉你，前面那位是安宁郡主，她母亲是圣上最看重的长公主，父亲又是镇国公。郡主最看不上你这种低贱粗鄙的人。郡主最看不上你这种低贱粗鄙的人。刚才叫你滚你不肯，现在再想走已经晚了。拜见安宁郡主。你今日这身，郡主你也觉得她这样很可笑吧？再好的东西穿戴到她身上都像被糟蹋了，还不如剪碎了拿去垫鞋。你们两个是什么人？回郡主，小女姓姜，家父在礼部做主事。郡主，这人实在粗陋，我这就替您把他赶走，省得他站在这里惹您心烦。让你走听不懂吗？快滚！下作东西，你父亲既在礼部任职，难道没人教过你何为礼数？郡主饶命，是我错了。本郡主今日就把话说明白。林朝生救过我的命，往后谁敢为难他，便是同长公主府作对。往后谁敢为难他，便是同长公主府作对，也是同镇国公府作对。什么？林姑娘，是我瞎了眼，是我冒犯了您，求您千万别同我计较。你们两个就跪在这里，好好想想自己错在哪儿。宴席不散，谁也不准起身。林朝生，别把他们那些难句话放在心上，我看你今日这样挺顺眼的。你脑子是不是缺根筋？人家都踩到脸上了，你还任他们骂？不过几个六品官家的庶女，也敢在伯府地盘上撒野，你怎么连一句像样的反驳都没有？你傻不傻？都是些小姑娘，我犯不着跟他们认真计较。真没用。我犯不着跟他们认真计较。真没用。好了，朝生妹妹本就是心胸宽的人，若不是她这般厚道，当日又怎会不顾自身安危，独自追出那么远来救我们？朝生妹妹，这一杯我敬你，往后你这个姐妹我认下了。诸位实在太抬爱我了，云锦妹妹一向待我好，我们又是一家人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傻不愣登的，谁待你好？哪边有净房？我肚子闹得厉害，真要憋不住。谁在这儿？你这下作狂徒，竟敢闯进来看姑娘方便！姑娘，你这模样也算？姑娘，你这模样也算？
糟了糟了糟了，这回怕是真遮不住了。爹，就我这副样子，哪天真叫他们瞧出我是男的，我该咋整啊？你就把嘴咬死，打死不认。啊？人家都看出来了，我硬不认还能蒙过去？你不松口，他们就没再定。难不成还能当众扒你裤子验明白？儿子，你放心，那些贵人最怕丢脸，这种没体面的事儿，他们做不出来。别啊了，叫他们找郎中慢慢验去。我从前看话本里头就写过，有些女子生来雌雄难分，真要掰扯这种事儿，说法能扯满一箩筐。你记住，只要你口风够死，气势够足，先犯糊涂的就不是你，是他们。先犯糊涂的就不是你，是他们。我就是女儿身，我堂堂伯府未出阁的小姐，你这无耻淫贼，竟敢闯进房窥看我！女子，方才你那一炮冲得跟水箭似的，都甩出去那么远，你尿得远就不能是女人了？你凭什么拿这个瞧不起女人？一派胡言，简直荒唐！等把你押进户部大牢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嘴硬多久。户部大牢？别，大人，您先给我个说话的机会，我真能讲明白。嚯，连净房都能闹出这么大动静。贺铁一，你来的正巧，睁眼看看你办下的荒唐战事。这位打哪儿冒出来的？还能是谁？就是你替苏重海寻回来的那个流落在外之人。是你？你这是闹什么花样？谁让你弄成这副样子的？我娘说该这样。外头传闻竟半点没夸张，人人都说苏夫人疼女儿疼到没边，哪怕明知府里那个有问题，也照样当亲生的护着。可再怎么疼，也不能偏到这份上吧？亲儿子摆在眼前，硬要当姑娘养，他让你这样，你就真照做，你自己就没点主意？啊，这哪儿不对？我瞧着还挺顺眼的。什么？你还觉得顺眼？那苏重海呢？他也没觉得哪里怪。我爹还夸我娘眼光好，说这样最合适。我说错了吗？得，这一家子大概没一个清醒的。大人，苏家拖查的人有眉目了，只不过什么？恐怕苏家一开始便把消息弄错了。流落在外的那位，并非他们口中的千金，而是一位公子。竟会闹出这样的差错。属下逐项核验过，绝不会有误。名字、年岁、被抱走的时辰，还有苏夫人生产时那座破庙，全都吻合，唯独男女对不上。这卷便是那位林公子的画像，呈上来。哈哈哈，不必再查了，这必定是苏重海的种。你仔细瞧，这张脸和苏老太太简直像从一个模子里拖出来的。苏老太太，大人说的是前年故去的那位老太君？不是她，你们年纪轻，没见过苏重海的亲娘。苏老伯爷早年从草莽里挣出身，原配是渔家女子，天生一身蛮力，模样也粗犷。唉，那位仙老太福薄，陪着苏老伯爷熬了那么多年苦日子，好不容易入京封了伯，还没享上几日安分福，生下苏重海便病故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那后来伯府那位老太君，就是苏老伯爷续娶进门的夫人，难怪京里从没人提过前头那位。哼，她本是世家女，下嫁苏老伯爷已觉得委屈，哼，又怎会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只是续连？哼，说不准苏重海自己都未必清楚亲生母亲原是海边渔女。苏重海和他夫人也算糊涂到齐了，自家孩子是男是女，竟都能被人蒙过去，多半连当年的接生婆都收了乳母的银子，先哄他们说生下的是女婴，乳母才好把亲女儿塞进伯府。既然真主已经找着，就别耽搁，立刻送回去。哼，平白多出个亲儿子，姓苏的回头还不得背后里谢我？真是活见鬼了！我费心费力替你们把亲儿子寻回来，结果你们倒好，硬把人当姑娘养。贺大人，这便是你替伯府找回来的血脉。你瞧瞧他，一个堂堂男儿，竟然还敢……打住！顾大人，嘴下留情。哼，哎，这是人家府里的家事，咱们犯不着往里搅。本官乃户部侍郎，
遇见这等荒唐事，凭什么不能过问？你把事儿压下去，人家一家子都没意见，你一个外人冲上去较什么真？管好了没功劳，管坏了还惹一身麻烦。我跟你说，苏伯爷这人，我早瞧着有些古怪。这老东西也太不正经了，逼着亲儿子装成姑娘，里头指不定藏着什么脏心思。他该不会真好难封吧？苏伯爷古怪，你这话里有话，难不成此人是你有意送入伯府，用来试探他的？话不能说的这般直，不过我确实没料到，苏伯爷私下竟是这么一路人。这人男女难辨，莫非竟是贺铁衣埋进伯府的暗桩？莫非竟是贺铁衣埋进伯府的暗桩？难怪出现得如此凑巧。不好，贺铁衣话里暗指的莫不是圣上？贺大人提醒的对，是本官多事了，本官这便告辞。这位大人方才怎么像是在帮我解围呢？这位大人，留步！站住，别往前凑！老变态教出小变态，你这眼神也怪吓人的。大人今日替我解了围，这份恩情，我总该好好还一还。呸！少来这一套！大人，我不是说客套话，我这人受了恩，心里记得清清楚楚，是真想谢你。对，赶紧退，离我远点儿！你方才去哪儿了？怎么耽搁这么久才回来？你方才去哪儿了？怎么耽搁这么久才回来？算了，先把赏物拿来。这是什么？我母亲方才特意命人赏给你的。这东西没见过吧？此物名叫黑石参，是海藩使臣献上的上等海货。别看只有这么一小片，拿出去就得100两银子。啥？瞧你这点见识，不过一句话就惊成这样。既然赏到你手里，你安心收下就是。稍后随我去公主面前谢恩。郡主，你们可千万别被人糊弄了。这玩意儿在我们渔村就叫石参，海滩边多得很，礁石缝随便掏都能掏一堆，平日压根没人稀罕吃，哪可能卖到这个价呀？你又在瞎说什么？这可是长公主亲自赏下来的。你又在瞎说什么？这可是长公主亲自赏下来的，我们眼拙便罢了，难道长公主也会看走眼？林朝生，你莫不是把别的海货认成它了？黑石参在京城里受追捧都1年多了，金贵得很，便是我们这些府上，也只有节庆宴席才舍得添上几片。正是，这东西鲜味足得很，切成细碎薄片往汤里一撒，整锅汤都能提味。这样的珍品怎么可能在你们那穷渔村遍地都是？你肯定认错了。这么说的话，那大概真是我看差了。爹，咋又吃这个？这股味冲得人头疼，我宁愿去嚼海草啃树皮，也不想再碰它了。你当老子想吃，还不是你小子饭量大的吓人？家里那点粮早被你造没了，只能拿石参先糊弄2顿。呸，难吃死了，又腥又硬，跟啃石块似的。朝成啊，你这身力气偏生落在咱们这浅滩，真是可惜。我听人说北边深海鱼虾成群，你要是在那儿打鱼，准能派上大用场。哪像咱们这儿满滩尽是这种破石参，还填不饱肚子。那我到底得吃啥才能不饿呀？呸，这不还是石参吗？腥味直冲脑门，京城那些贵人怎么会稀罕吃这玩意儿？粗人就是粗人，好东西摆到你嘴边也只会糟蹋，谁叫你拿起来就啃？黑石参是要入汤吊鲜的，你试试这盅鱼汤，里头便放了它。这鱼汤也太鲜了吧！现在明白了，黑石参本就是难得的珍味。那你晓不晓得为啥这东西只能搁连点才好喝？就知道你要问，这还不简单？越稀罕的东西越贵重，海味本就只需少许点睛。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分明是鱼汤自个儿鲜。这难吃的石参要是放多了，一锅好汤都得被它毁了。哎，我同你讲不通，你又拉我干什么？云锦妹妹先别气，我就想问一句，这东西真能卖那么高的价？哼，我才懒得同你这个没见识的乡巴佬掰扯。云锦妹妹，若是我老家海边真有成堆的不对，成堆的黑石参，你肯不肯信？云锦妹妹，银子要自己送上门了。挤什么挤？一个字不识，还非要把脸贴过来瞧。老陈头，朝生到底写了啥？是不是又托人捎银钱回来了？还有这好事？信上说
让咱们把食参往京城送。啥？伯府那种富贵窝也吃食参？京城贵人不该每天吃山珍海味吗？说不准人家山里的吃烦了，就想尝海里的怪味呢。你瞧老赵家养的鱼，不也常拿这东西磨牙？嗨，朝生要啥咱就给啥呗。我家正巧攒了1麻袋，我这就回去扛来。1麻袋顶什么用？朝生写的明白，要全村人一道下海捞，捞出来的全送去京城，伯府那边会派车队过来接货。这得吃多少啊？都给我听清了！食参捞上岸之后，一律送到码头轻重登记。3日后，伯府车队来拉，统一带走。3日后，伯府车队来拉，统一带走。这3天大家能捞多少就捞多少。朝生心里说了，这东西如今可值钱的很。啥玩意儿？食参这种没人要的东西也能卖银子？要是真值钱，集上那些海货贩子咋从来不收？我看林朝生就是故意耍咱们。人一进富贵门，良心果然就变了。他现在成了贵人，自然不愁吃喝。可咱们3天都去捞食参，活不干了，海也不出了。老陈头，你别光说这些虚的，咱们替林朝生捞货，他到底给多少工钱？这算哪门子事儿？工钱半句不提，难不成要咱们白出力？可不是嘛，哪有这么办事的？那咱们的活路呢？就这么耗着？大家先别吵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大家先别吵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朝生不是会坑乡亲的人，多半是写信时急了，把银钱这茬漏下了。我拿朝生的人品跟大伙担保，他绝不会叫乡亲们白忙。等伯府车队一来，该给的银子一定少不了。呸！你拿啥担保？拿你家那张破网，还是拿你锅底那点米灰？我算算啊，林朝生进京也快有3个月了吧？你自己看看，你家日子有半点主色吗？他给你烧过多少银子，送回过什么好物？亲爹都顾不上，还能顾着咱们这些外人？胡扯！朝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他每月都往家里寄4两银子，这个月只是还在路上没到。哈哈，几个月才6两，顶天也就把当初大家给他凑行头的钱填上。堂堂伯府小姐，就拿这点银子打发人，他随手卖个首饰，不比这多得多。也不好这么说，我听戏里唱过，像她这样从渔村接回去的丫头，到了高门大户未必有人疼。再说朝生那副样子，兴许在府里不招喜欢，手条压根没落着什么值钱东西。既然他没银子，也不得宠，那还让咱们下海捞什么食参？到时候伯府真会掏钱买吗？是啊，这朝生不会真把咱们这些乡亲忘了吧？行了，都别围着了，该下海下海，该干活干活去。哟，小干柴还站这儿呢，舍不得走啊？等着老陈头给你撒桶板。我有名字，我叫石小庄。我有名字，我叫石小庄。小庄，你家那艘烂船一天能捞着几条鱼啊？就你这穷酸样，也配叫小庄？老陈头，林大伯，我不走，我信朝生哥。朝生哥自己吃不饱的时候，还惦记着帮我家。你们家没有坏心眼儿，就算1文钱不给，我也愿意替朝生哥干这事。没错，老陈头，我们也愿意信朝生。一个村里住了这么多年，他什么性子，大伙心里都有数。那孩子直肠子，绝不会故意坑乡亲们。呸！他亲爹都没从他身上捞着半点好，你们倒上赶着替他说话，有什么用？人家如今进了富贵窝，早不把你们放眼里了。老陈头，我们这就下海捞食参。娘，你坐起来先把这碗药喝了，好不好？小贝，娘不喝了，你去告诉你姐，别再花钱抓药。咱们穷人命薄，哪有那么多福分治病？娘不能把你们几个的生路都耗在我身上。娘，我不许你死！姐，你要上哪儿去？姐走以后，你得顾好娘，也要护着小贝。从今往后，这个家只能靠你撑着了。姐，你不能嫁给那个于爸，你才14岁啊！吴金宝每年都糟蹋于家姑娘，村里人都说进了他家门的女孩没有几个能熬过2年。姐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去送死。姐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去送死。我不去，娘的药就断了。咱们这种人家能选的路本来就少。小张，你先听姐说完。还有路，姐，真的还有路。
朝生哥给村里写信了，让大家去捞石参。姐，你还信不信朝生哥？小贝，要是背不住了就交给姐，别硬扛。姐姐，我一点都不累，我可有劲儿了。我看你们一家是穷疯了吧？骗人信林朝生，顶多捞几斤糊弄一下，你们还真拼命啊！咋样，忙成这样，捞出金山来了没有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们就是愿意信朝生哥。呸！一家子晦气穷鬼，就算真有银子从天上掉下来，也轮不到砸你们头上。等着吧，到时候有你们哭的。我咋就这么蠢啊？我真是悔得心肝都疼，竟然真能换钱，1斤1文啊！我亏大发了。我们可都信林朝生哥呢，哈哈哈哈！1斤1文，好了不得的大钱啊！你笑什么？管事的已经说了，这些钱只是先付的定钱，用来过秤计数。等石参送进伯府，后头还有银子结。姐，管事的还要在村里留2天呢，咱们一会儿再上船，多捞些回来。我算看明白了，全村就你们最穷，那是有缘由的。一家子脑袋都叫海水泡坏了，一个比一个傻。1斤才1文钱，就把你们乐成这样。1斤才1文钱，就把你们乐成这样。随便下海捞点别的，哪怕挖几把蛤蜊也比这强。滚滚滚！少在这儿放屁！我们信朝生，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石喜桃一家石参223斤，石姑娘，这是223文，拿稳了。后面真的还会再给钱吗？当然，我们伯府大小姐既然开了口，就不会说话不算数。那后头还能给多少呀？会有5两银子那么多吗？5两银子，那娘就能继续吃药了，娘的病也会好起来。这我可不敢打包票，还得等京城那边的消息。5两，把你卖了都不值这个钱。你们这群傻子就慢慢等吧，林朝生才不会管你们死活。林朝生才不会管你们死活。我可是真金白银借了你100两，让你去收这一堆破玩意儿。等会儿要不是黑石参，你就等着吃苦头吧。云锦妹妹，那不是破玩意儿，我们那儿都管它叫石参。我管它叫什么，石参也好，石头也罢，你若还不上我的钱，我非把你揍得认不出自己。姑娘，车来了。姑娘，千真万确，这就是黑石参，错不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骗你吧？这东西本来就难吃。赚大了，这回咱们是真要赚翻了。堂堂伯府姑娘堵在自家门前又喊又闹，哪里还有半分体面？云锦都叫你带的没规矩了。你回府这些日子，礼数没学会多少，倒把他也搅得不成样子。立刻回去祠堂跪着反省。若非顾大人说你确是伯府血脉，我早命人把你赶出去了。我现在看你一眼，都觉得头疼。娘，这回不是胡闹，我们真撞上大财运了。黑石参，林朝生让渔村送来的，全是黑石参，足足5000斤啊！多少？成何体统，荒唐！伯府的姑娘在门口蹦跳喧哗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夫人，怎么连你也跟着他们胡来？夫人，怎么连你也跟着他们胡来？你平日最讲分寸，这个林朝生究竟给你们灌了什么汤？我早料到，把他接回来准没好事。你先跟我过来。又怎么了？福星啊，你就是咱们伯府的大福星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一批黑石参要是卖出去，少说能给府里进账上万两。朝生，你这孩子当真有福。这些年伯府外头看着风光，实则没几样稳定进粮，偏偏处处都要花银子。李子早撑的艰难，如今可算有盼头了。可算有盼头了。我就说嘛，朝生妹妹肯定不会害我。好，你们姐妹能如此和睦，为父心里也宽慰。来，咱们一家一同敬朝生一杯。爹娘，这些石参是我从乡亲们手里收的，钱还没给他们补齐呢，
要不按这个数给，成吗？5两1斤，会不会太敢开口了？是贵了些，可若真能给到这个数，乡亲们往后就能喘口气了。我答应过他们，要让大家不再过苦日子。要是5两不行，4两也能商量吧。实在不成，3两总该可以。黑石参乃是难得的海中珍品，1斤卖50两都不算高，就算扣掉沿途车马和人工，咱们每斤至少还能落下大几百两。林朝生，这桩事儿你办得漂亮，伯父这次真要记你的功。什么？1斤能卖50两？都过来了啊！伯父的人等着呢，按册子登记，都排好队，按上次登记的册子来，交的多的先过来。石喜桃呢？石喜桃家那几个孩子可在？我们在这儿。你们家前后总共交了300斤石参，上次的押数是你亲自按下的，没错吧？管事的，是不是那批石参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好得很。上回1文钱1斤，只是先发个定钱，方便登记数目。今日伯父再派我来，就是专程给大伙补尾款的。什么？后头那笔钱竟然真的有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伯父还能这么大方，特意跑回来给咱们送钱？我就说嘛，朝生那娃娃不是会拿乡亲们开涮的人。没错，那孩子从小就是直肠子，答应下来的事儿比船锚还沉，哪能骗咱们？猴辣子，咋不吭声了？这会儿傻眼了吧？叫你平日东晃西晃，正经活一样不沾。可不是，修鱼这些日子闲得慌，你咋就没想着下海捞几筐石参呢？懒人就是懒人，银山摆在脚底下，他都嫌弯腰累。银山你个屁！呸！瞧你们一个个乐得那样，这么多人到头来也就分这一口箱子，摊到手里能有多少？几十文、上百文，老子还真不稀罕。你怎知这箱子里放的是铜钱？不是铜钱，哼，那还能是白花花的银子不成？也不是银子。少卖关子，铜钱不是，银子也不是，那里头还能装什么？我倒要瞧瞧林朝生这回能给他们变出几个钱来。开箱。黑石琛，静安伯府以每斤50两收购，石喜桃姐弟3人共交300斤，总计15000两纹银。15000两，管事的，您再瞧瞧，是不是多算了？15000两，15000两，5000两！老天开眼啊！我不是站着做梦吗？老陈头，快给我一巴掌醒醒神儿！疼，是真疼！老陈头，你下手也太实在了，这不是梦啊，真不是梦！我刘满仓也有见着大钱的一天。我家交了100斤，那就是5000两，整整5000两啊！我活到这把岁数，连一大锭银子都没摸过，如今就有5000两了。15000两，娘的病有法子治了，我不用再去给人做妾，咱们一家终于能抬起头过日子了。咱们能修新房，买大船，以后天天都能吃上白米饭。不止白米饭，往后咱们桌上还能常常有肉，天天有肉吃。原来人真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啊！1斤50两，伯父脑子坏了不成？不对，这票子肯定有猫腻，假票，准是假票。是真是假，拿去县里钱庄一对便知。静安伯府家大业大，至于为这点事来骗你们？村里出了猴懒汉，白花银子白眼前，满滩石参他不捞，嫌东嫌西多冷鲜。别人吃肉住新屋，他手破锅啃海边。刘满仓6000两，刘海藻12000两，石喜桃15000两。气死老子了！真要把老子气死了！林朝生，你明知道石参能卖50两1斤，偏偏不早说。前头1文钱1斤收，分明就是坑我！你就是想让我当全村的笑话。既然你不念旧情，那也别怪我下狠手。当初帮你瞒过县里，是想着你带全村发财，也能让我沾点甜头。结果你只让别人付，单单把我晾在一边。好啊，那就一起掀桌，谁也别想好过。
1万两，那可是足足1万两啊！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哪儿见过这么多钱？不怕你们笑话，昨儿我去钱庄兑了100两，4个大银锭放在枕边，我一会儿瞧瞧，一会儿摸摸，欢喜的一整夜没睡踏实。还是你老陈有胆量，我才兑了50两，那银子亮得晃眼，我抱在怀里看了大半日都舍不得放下。我抱在怀里看了大半日都舍不得放下。谁能想到我家朝生这么争气，进京还不到半年，就让咱们全村翻了身。来来来，俺也得敬朝生一杯。对，敬朝生，朝生就是咱石塘村的大贵人。还真是你这个下贱东西！来人，把这些刁民一个不落全捆了！男子扮成女人混进伯府冒充嫡出小姐，这罪名够你们掉脑袋了。你们这群贱骨头，胆子倒比天还大。公子，都是我出的馊主意，要杀就杀我，求你饶了我儿子吧，他压根不知情，他啥都没做呀。啥都没做，他把本公子害成那副模样，你还敢说他清白？你还敢说他清白？来人，把这几个东西全押进牢里，本公子这就进京亲自讨个说法。公子，原来这就是京城啊，也太热闹了。您瞧那边那铺子卖的啥呀？小的长这么大都没见过。哪个不长眼的贱东西敢撞到本公子头上？乡野贱民也敢在京城撒泼？敢碰本公子的人，你这狗东西！方才那架势摆得挺大，我还以为是哪位王孙公子出街呢。闹了半天，不过是乡下跑来的土鳖崽子。京城是什么地方？屋檐上吊块瓦都能砸着几个4品官，你一个8品县令家的小子也敢在这儿抖威风？你一个8品县令家的小子也敢在这儿抖威风？让你嚣张，让你嘴贱！够了，随便寻个由头，把他们扔去京兆府，别杵在这儿碍眼。裴公子，那靖安伯府还去吗？不去了，连着去了3趟，连云锦的面都没见上。自从那个渔村丫头进了伯府，云锦也不知整日忙些什么。苏姑娘从小身边没个姐妹，如今忽然多了个人作伴，正觉得新鲜呢，哪还想得起裴公子？苏姑娘也确实心善，那人都快把她伯府小姐的位置顶了，她竟半点不恼，还天天带着到处消遣。那个丫头，几位刚才说的是靖安伯府吗？5个月前是不是有个渔村来的女人进了伯府，还说自己是伯府丢在外头的真金？你个乡下货，对京城这些事儿倒知道的不少。伯府的热闹跟你沾边吗？也轮得到你在这插嘴？我这趟进京就是为她来的，你们还蒙在鼓里吧？伯府那个假千金根本不是女的，她是个乡下男人假扮的。你说什么？事情前后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个林朝生贪图伯府富贵，胆子大的没边儿，竟装成女人混进去，冒充伯府嫡女。裴公子，那伯府假千金整日和这么个粗壮男人混在一处，说不准两人早就已经有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把他捆了，押进地牢严加看守，不许他在外头露出半个字。林朝生，林朝生，什么？贤侄，这种话可不能随口乱说。伯父觉得我会拿云锦的亲命胡言乱语，人如今就押在我府中地牢。伯父若是不信，亲自审一审便知。可那人是贺铁一亲自替我寻回来的，况且我还请过顾大人，他也说没什么不妥。既如此，倒更简单了。究竟是男是女，愿意验便清楚。你出一张，我出一张，我拿一张，你再一张。姑娘，裴公子又来了。怎么又是他？真叫人头疼。姑娘，您如今不惦记裴公子了？从前您可日日盼着见他呢。男人能有银子香吗？眼下正是咱家黑石参生意铺开的时候，我忙得连喝水都嫌耽误，男人只会耽误我点银票。姑娘，总不能让裴公子一直在外陪候着吧？哼，让他进来。云锦妹妹，云锦，我来了。青州
州哥哥，原来是你啊！林朝生，随我走一趟，我有几句话要单独问你。哦，好。青州哥哥把林朝生叫走做什么？还非得避开我？许是想叮嘱朝生姑娘，让她别惹姑娘生气吧。朝生姑娘个头力气都大，裴公子担心姑娘受委屈也说不准。什么？他可不能欺负林朝生，那人心眼直得很。不行，我得跟去看看。那人心眼直得很，不行，我得跟去看看。裴公子，你把我叫进来，到底要问啥呀？那边好大一只老鼠！你抓我干啥？还要继续演？你的事我已经查清楚了。我哪有什么事？我就是伯父流落在外的嫡女，你别乱扣帽子。哼，是真是假，是男是女，一试便知。救命啊！有人耍流氓！这下还想抵赖？你根本就是个男的！这下还想抵赖？你根本就是个男的！你还装得下去？我胸口平点怎么了？胸平也有错吗？你占我便宜也就罢了，还拿这个来羞辱我，我不想活了！朝生姐姐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其实也没他说的那么平。对啊，多少还是有点的，比奴婢还强些呢。裴青州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，你竟能做出这种私事！混账东西，我跟你没完！朝生姐姐，撑住，我来救不准碰朝生姐姐！贺铁一，苏重海，你吃了什么豹子胆，跑到我这儿来撒野？不是我撒野，是你办事太不地道。贺大人，我那么信你，你不能这么坑人。那个林朝生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发什么疯？那不就是你家孩子吗？他是个男的，男的。那又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我要找的是闺女，你给我弄回来一个儿郎。那又怎样？你不是照样给他穿女装了？好得很。古有赵高指鹿为马，今有你贺大人硬塞个状给我认女儿，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？真闹到御前，我闹到御前，我。你先缓缓，别一口气上不来死在我这儿。没见过你这样上门碰瓷的。我怎么缓？一个陌生男人男扮女装在我家住了快半年，你叫我怎么缓啊？啊，陌生男人，那不是你儿子吗？我丢的是闺女，我哪来的儿子？贺铁一，你别太欺负人了。你先自己看看。这多谢贺大人了，哈哈哈！朝生竟然是我儿子，我有儿子了，哈哈哈哈！你这个老变态，快松手！来人啊！护卫大哥，你是来放我出去的？怎么样，裴公子去验过了吧？我早就说了，我没骗你们，那林朝生就是个男的。不错，林朝生的确不是伯父嫡女。不错，林朝生的确不是伯父嫡女。那贱民竟敢骗到伯父头上，裴公子这回肯定气疯了吧？苏伯爷是不是也气炸了？按律这种罪是不是该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可不止他一个，他们全村都串通了，一个都别放过，统统抄家，流放3000里。出来！护卫大哥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林朝生最后算个什么罪名吗？自己看。没错，这就是犬子，在渔村养了18年。对，人是长得高大些，随老伯爷。什么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苏伯爷，林朝生是骗子，他不是你的女儿，他是男的。苏伯爷，林朝生是骗子，他不是你的女儿，他是男的。对呀，他本来就不是我女儿，他是我儿子，是我们伯父唯一的嫡子。不对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个假冒的乡巴佬，怎么可能成了你儿子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什么狗屁伯父，什么狗屁嫡子，他就是个贱民，就是个泥腿子鱼花子。
林超生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说起来，我还真得谢谢你专门跑这一趟京城，帮我把伯府四子的位子坐稳了。你，伯爷，这疯子还得押去大理寺，就不再多打扰了。伯爷，这疯子还得押去大理寺，就不再多打扰了。大理寺？你们凭什么送我去大理寺？你仗势欺人，强抢民女，行凶害命，手上背勒着几十桩案子，不该去大理寺吗？谁说的？不可能，我没干过，我不去大理寺。我爹呢？我要见我爹。你爹已经在押解重金的路上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们父子就能在牢里团圆。这些年，多亏你把朝生拉扯大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朝生也是我儿子，这都是应该的。说得对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父亲，要不跟我们一块回京养老吧？说得对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父亲，要不跟我们一块回京养老吧？那可不行，石塘村离了我不成，今年的石参不是黑石参又该收了，我忙着呢。云锦，这就是黑石参，你先算算今年到底收了多少斤。这个小财迷，哎，又顾不上我了。发了，咱们又要发财了！祝看视频的朋友们招财进宝，财运亨通，鸿运当头，八方来财。